2009年，我刚搬到北京，开始我的编剧工作。那时正逢过年，我朋友就邀请我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玩。因为我朋友的好朋友是一个香港富豪，他每次去赌场输赢都很大，所以他的亲友团去玩都是吃住免费。我们只要付机票钱就行了。我去之前还不晓得他们赌那么大，因为是第一次。当我看到赌场各种不惜血本的招待，就心里有数了。10年后，我还拍了一个中文的 YouTube 影片，介绍那次的行程。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。赌场就派了当时赌场派出去的私人飞机里面最大的来接我们。那就像照片看到的这个样子，你们看到这个私人飞机其实也没有想象的大，但是够我们所有的人坐上去了。因为他们是亿万级的好客，所以给他们开的这个房间是 villa， 你可以把它想象就是总统套房这样子，牌价都是在8万、10万美金，甚至是10几、20万美金。那这其实我有碰到令我很惊讶的事，但我在当时的影片里没有说出来，因为考量到对方的身份，对方是一个活佛。我是在私人赌厅碰到他的。拉斯维加斯的私人赌厅都有在隔成一间一间，但是我对赌还好，而且也没那么多钱赌。他们一注都下5000美金到2万美金耶，我怎么可能赌？所以我就自己在贵宾厅乱逛，去没有人的厅拍照。大家都以为赌场是不能拍照的，对吧？但是对于富豪来讲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，随便你拍，怎么拍都可以。我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不赌钱，然后在旁边看也一直看也很无聊嘛，所以我就去其他的这个厅走一走看一看。当时就也没什么人，所以都是空空的，我就挑了一个厅拍了照做纪念。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活佛，他在其中一个贵宾厅赌钱。我为什么认出他呢？因为他来过台湾。我觉得音乐是一个世界的一个沟通的一种桥梁。有一个活佛叫圣德仁波切，他说他想出片，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，我们就去了那边。比如说像法王在找我的时候，是因为在寺庙没有找到之后，法王是在印度，我是在青藏高原青海。他叫圣葛仁波切，他是在2006年来台湾的。那个时候他在台湾挺受欢迎的，因为对台湾来说，活佛很特别嘛，而且他长得不错，又年轻，还出书出长片。他写的那本书，当时我也有买，是讲他谈恋爱的经验，所以就你知道，让人觉得很新鲜，就是一个活佛也会谈恋爱这样。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的作风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争议了。但不是因为他曾经谈过恋爱，而是因为他上节目、出唱片、穿名牌，还开跑车。他一件 GUCCI 的衬衫就要1万多，在那个时候，还有一些什么胸针配件，这些都很贵，就根本像一个艺人，哪里像个活佛？虽然大家也不知道活佛应该是长什么样了。那么他是怎么回应这些争议呢？他说：乞丐和圣诞老公公，你愿意接近哪一个？他的解释是，弘扬佛法的方法有很多种，但世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，所以他不会刻意去穿得很差，反而他会把自己包装的年轻化，让大家都喜欢接近他，然后因为这样开启学佛的机缘。但是我在赌场看到他，感觉还是不一样。那时我还是很纳闷，说他怎么会出现在贵宾厅赌钱？这已经不只是穿名牌开名车了耶。因为我也说了，你在拉斯维加斯的贵宾厅的话，你的赌注很大的，有多大呢？我同行的其中一个朋友认识他，他们跟我说，圣葛仁波切这个活佛，他一注是下2万美金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赌很大了，这根本是富豪级别的好吗？所以你怎么可能不纳闷，他是一个活佛耶？那我朋友就告诉我，他是在修炼一个法门，就是透过这种豪赌来观察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有没有变化。他要做到每一次下注，不管是输还是赢，他的心都不动，没有任何波澜。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是觉得蛮扯的，因为始终这不是小钱耶，而且这个钱哪里来的呢？应该就是信徒的供养之类的吧？那这样的修行方法真的合适吗？没有其他的方法去修行这个心不动吗？不过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学习瑜伽哲学和冥想，所以这个大大的疑问就只能就此打住。这几年我开始了灵修这条路后，再回头去看当年这件事，可以比较明白圣葛仁波切的修行方式的误区在哪。藏传密中虽然有入俗修法，叫逆行法，或叫 Crazy Wisdom。Well, we're talking about someone who was rigorously trained to understand the highest teachings of Tibetan Buddhism. 但这种修法只限于非常高端的修行者，而且是秘密传授，并不公开。那佛教
的方便法门也是强调你的动机必须纯正，你的做法确实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学佛，那才符合方便法门的原则。不可否认，当年圣格仁波切确实因为他帅气的长相、特殊的身份，吸引了很多的信徒。可是这些慕名而来的信徒多半动机不纯，如果双方的动机都有争议的话，是否真的能激荡出纯正的火花？我很怀疑。当然，你要说夫妇得正的话，我就没话说了。我在开始学习瑜伽哲学、冥想之后，我经常会做一个练习，就是在遇到不好不顺的事情的时候，先观察自己的呼吸和心跳，看看有没有变化。因为如果你想知道，我碰到的不开心的事情，我是不是真的能不为所动？我是不是真的能一笑置之？我是不是真的其实已经不被小事所影响？最准确的检测方式就是观察自己的呼吸和心跳有没有变化，而不是自己骗自己说没有啊，我没有生气啊。我完全没有生气，他骂我猪头。还有谁长得比他更像猪头？我已经放下了，我对那个人完全没有感觉。他要和多少女生上床都和我没关系了。像他昨天一整天没有接我电话，我也不在意啊。所以当我想知道，例如我在网上发文，人家骂我时，我有没有受到影响，我就会一边看评论，一边观察自己的生理变化，就是呼吸有没有突然乱了啊，心跳突然啾一下，肩膀有没有突然僵硬起来等等，这样你就很容易知道你有没有被影响，然后你被影响的原因是什么，你找出原因后才能对症下药的去解决它。那我需不需要去用豪赌的方式来训练自己的心不动呢？完全不需要。萨古鲁说，如果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毒药，你不需要去喝它来证明你已经超越了。If you know something is poison, you don't need to drink it to prove you are beyond it. 进入赌场豪赌是陷入能量场中最强烈的欲望波动，所以你不需要用试炼欲望的方式去修行。帕坦加利瑜伽经也从未鼓励人用强烈的世俗刺激，例如钱财啊、性欲啊，来对抗执着。他说，不执着应该是从不渴望感官经验与其结果开始。现在回想，那个时候我听我朋友的解说，我其实是听得半信半疑。但其实答案很简单，真正的出离不是逃避欲望，也不是刻意沉浸在欲望，然后再去压制它，而是能看穿这些幻象。你不需要用极端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不动心。说真的，如果你真的要靠强烈的刺激去修行，这个世界上刺激的事也很多，你为什么不深入西藏解救同胞？还有什么比和中共对抗更刺激的事？更不要说他花的是信徒的钱，有些信徒的供养是希望能帮助弘扬佛法，有些是觉得帮助人成佛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功德。但是你用豪赌的方式，你怎么弘扬佛法？你反而会让人对佛教产生不信任。那么他的做法到底是不是成佛的其中一种修行方式呢？确实是有些派系会有修行者故意把自己放进诱惑的环境中，然后观察内在是否仍然能保持清明和稳定。但这种修行方式的前提是修行者本身已经达到高度稳定的状态。如果你真的有那样的功力，你也不会选择用代价这么高的方式去修行，因为用钱练心其实只是一种欲望的包装。要知道你用什么方式修行，你就会带出什么样的能量。所以其实真正高阶的修行者是会远离赌场这种能量场，而不是非要跳进去挑战。更何况我刚刚也说了，你用的是信徒的钱，你真要用花大钱的方式来试炼的话，你不如发宏愿，要拯救某个地方的流浪动物，要种100万棵树木等等，不是更好吗？真正的非执着，往往是在生活中最小的欲望里被看见，而不是在赌桌上输赢几千万之后，告诉自己我心没动耶。当然啦，输的也不是你的钱，你要不要问问看给你钱的人？给你钱的说不定不但心动了，可能都气得烧起来了。那么他是骗子吗？我也不会说他是骗子，我只能说赌博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输赢的投射，你等于是用一种错误的训练方式，那当然不可能引导到好的结果。后来圣格仁波切被自己的师父赤赞直贡法王检举，说他尚未完成佛法修业。我想这可能是他走错路的原因吧。他最终也从网络上销声匿迹，这10年来几乎没什么消息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衷心的祝福圣格仁波切有一天能重返正确的修行之路。我是樱桃洋子，我们下回见。